这一次表现怎么样？这次表现啊，我觉得还也是我们平常的表现，只是这次打的战术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通常不打防守，我们防守都比较弱，我们管理层的问题啊，不适合960的人永远都会投诉的，适合960的人都是还是继续待在这边。是啊，肯定这样讲。对，我不可能管理到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。我觉得这些表现最好的应该算水阵营吧，我讲实在。其实这次表现每个王国，就是连365那对面那边王国表现的好，雷阵营表现不错，534表现也175也不错，我觉得大家都有尽到他们该做的事吧。你认为这一批的队友算是你在960这么久以来最优秀的吗？你的队友？那当然，那一定。对，1187不出来那个部分，我觉得没差吧。那王国就是这样，那不出来也不能比他。王国1187啊，就是光振宁另外一个王国。哦，我操！光振宁他妈有另外一个盟友吗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只是记得862，不记得1187。我操！我完全不知道。这个不是我的节目效果啊，各位。这个是辉煌的问题啊，不关我的事啊。这个不是我的节目效果啊。我操，还121，我丢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操我一直以为是862单独一个盟，你知道吗？再单独一个王。因为那会儿不是862是不是上先锋了，还214对，你就以为他是一个先锋，所以他一个王国顶着整个阵营嘛。对啊，我一直以为是他一个王国一个阵营，我操！对，那个中战还是根据以前的那个想法嘛。中战无所谓吧，看谁杀的多，谁死的多拿吧，都一样吧。还是根据之前谈判的那个方法吧。对啊，不过现在有点看得出来，他们好像故意不想让我们死，不想让我们打。你是讲 GST 吗？韩国人就是这样，他赢不了你就是恶心你。我就想说，会不会你们会看到盟友其实表现还不错，让个星星给他们之类的。可是这次有明文啊，我们就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就好了。对啊。我们下一次还是约 JST 啊，我今天有在 Discord 约那国王，他应该不会回我。打到他们解散为止。关武之后，我们基本上都在休息啊，没有什么要打，那本来就讲好了。关武的计划本来就是叠要塞，然后一直守，你知道，就是消耗他们，也没有要进攻。那这样打了，让很多人960因为不习惯这种打法，那不习惯，很多人觉得，我们怎么一路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战术，因为这些战术只有管理知道，他们觉得怎么我们一直被压着打，那当然心态也不是很舒服吧。然后打完关武，我跟他们解释，因为我们之前一开始的战术就是跟9刚这样讲好了。就是要防守。这边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真相啊，其实当初我问豹哥的时候，他们是选择放弃第6区，是完全不打的。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是后来临时才改成他们想要进攻第6区，去跟 GST 打。因为你们自己想一下，他们那边这么多个联盟，再加一个雷阵营来打，有明文规定说大号不能那啥嘛，不能乱死大号。所以其实放不开，打的放不开。我算了一下，是我们差不多180打对面1193个人。960可以单打1365吗？如果1365不用小号跟我们号的话，我们当然可以打呀。可是他们的战术，比如像关武，他们拿小号就可以把我们全部的兵都耗光了，因为人数差距的关系。那国服有多少个大佬会过来？你辉煌讲你比较了解这一点的。目前有10几个吧。对啊，有人问了307跟365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打？当然307比较强。我也是这么说的。真的，就是因为307那一季他有一个莉莉丝有水晶重置，就不小心把人家全部重置，还没下先锋啊。看这几天努力，看能不能下先锋。2110、1307、1365排个顺序吧。我排2110大于307，大于1365。但是我自己我还是会觉得365是最强的。你会觉得365最强，可能是他们用机器人，他们用什么吧？我觉得他们没有机器人也是个废物。365他们打架，他们只要是劣势逆风，很少人会出来。他们有几天是逆风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不见。其实大家比较期待是你们跟班尼打，
254。他们会找我们王威跟打。不配跟我们打。那你们这一次打完之后会休息多久？会不会报名那个什么尼罗河之王之类的？应该会报名看看新的这个地图。会多跳几次啊，因为这次小盟积分几乎都破产了，哦你盖了超过100个要塞。1175很多人都不太氪金的，他们都只是在填秘密的箱子。其实他们很多就是其实简单来说，他们的野战就是跟 JT 的野战差距就很大。最主要是你说用机器人，我觉得还无所谓。你人已经那么多了，你还要用机器人，蛮不要脸的。讲难听点，他们在关5、关6几乎没有王国可以单挑他们。没办法，这游戏就是这样。这游戏公司就保护韩国人的权利。你用模拟器采集，官方都可以把你的号封1年。因为我之前有资源商卖货给我，确实是手动啊，人家不用脚本，他只用模拟器手动采集，官方封他的号封1年。你举报韩国人他妈弄机器人打架，官方封他的号封1天，这卡顿问题很大。我觉得买什么都没用，还是卡了。那这游戏公司赚了那么多钱，也不可能花一点钱。这次打爆韩国人，觉得有哪些王国还有挑战性？我觉得挑战性的王国很多啊，体量不同，也没办法去怎么讲。你说一打一跟他们单挑是当然做不到。你说像254啊、093啊这些王国都很强。我们单挑是绝对打不赢093，打093很痛苦。他光是用小号就把你耗死。我觉得只是防守方面应该都推不过93了，93的防守太强了，很可怕。93防守可以把你耗死，你兵再多也没用。因为可能每一根旗子都要围1个小时，那我们可能围个10根，我们就快没兵力。你们之后要安排那个 MX 的副盟是吗？12他们吗？对啊，给 RZ 他们管，副盟就让他们管吧。对啊，能变相分担960边线压力就行了。心里就花瓶吧，不用对他期望太大。这旗子守都守不住，他还不填兵。这要我他妈直接一个号围一个号填，我一个人填死960。反而我觉得巴巴还比他更勇。战力他死完了，他反兵都能反到5亿呢，他怕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战力越高，你的压力越大。你不死完，人家就笑你不敢死兵。战力越高，你就自己要有心理准备，每一场就要打0。我个人是觉得巴巴还蛮能打的，大家对他标准太高了。是因为他的战力太高，你们看到他掉一点点才觉得他死得少。你一个正常的玩家，你只有1、2亿，你肯定这样子已经算很多了。我在里面已经实际体会了，他们一个联盟是真的很辛苦，全员要24小时在线，就算你不24小时，你也要找代打帮你撑着。你看，像我们管理 Kenny 任命很多人，他们盖旗子盖得很辛苦。你一个人要管到8个联盟的旗子起路，真的是很累，不打架都累死你。哦，对啊，亚老其实有回复嘛，我听他们说亚老有讲过要回来打。亚老都有跟我，有时候都有私讯吧，他不会回来打，人家断都断得彻底。不过可以跟亚老报一个喜讯啦，哎呀，这一次打赢了，哎亚老都有在看的，我们的群他也没退。你们觉得这么多的盟友里面哪一个表现得最好？水阵营吧，光阵营不错，因为怎么讲水呢？水是从官司开始就开始打，水的压力是最大的。那他光阵营他表现也不错，可是怎么讲？因为他官6也才出来的。打 OV 现在跟960不是一个等级啊，OV 现在都没落了。谁是 OV 啊？不是 OV， 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以为死老弟呀！你是 1V 还是 OV 啊 ？OV 吧，应该是。观众问 OV 是哪一个？52啊，1052啊，死老弟啊。哦，1052。就是哎喂，等一下，包哥，你是在节目效果还是什么？你太夸张了吧你？OV 是之前精武门那个王国吗？不是 OV 是死老弟啊，乐仔的王国啊。那个死老弟那个。因为他们一直在躲啊，躲到都忘记他们。好，各位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画面哦，这个是包哥刚刚发给我的，他就跟365的国王 Seth 讲过，就问他们可不可以再报名多一次，在这场 KVK 结束之后再次，还是你们要那个 recovery 就是种田的 KVK， 所以包哥是已经发出邀请了，至于他们要不要接受是他们的问题哦，包哥没有在逃避哦，跟你们讲，这我还是要重申一次啊。在开始报名 KVK 之前，包哥是已经知道有哪一些王国会报名了，所以他们并没有逃避任何逃避行为，也不是说突然之间才知道哦，原来有这些王国会报名。因为他们那时候找韩国王国先锋要来跟我们打，我们那时候就知道了。一定是讲好要来合作，他们才会一起报名。人家也打不赢你，人家怎么会去报名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很简单。不过韩国人一向的作风都是喜欢就是做一些很狗的事情，然后又
把自己弄到好像自己很怎么讲呢，很高尚，